TT 在这个赛季也带来一些新的惊喜，所以你觉得他们的打法风格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其实就是也没怎么研究他们的比赛吧，然后也没看他们的比赛，所以你这个问题问我的话，我应该回答不出来。但是今天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侯雅选手，他非常期待跟你的一个交锋。他说他觉得你是最强的上单之一，那你觉得今天的上路会怎样？我觉得我应该是一直优势的吧。兵哥是骗人的，哎呀，兵哥骗我们干嘛？兵哥，下次多看一下我们比赛吧。大家好，我是元某人。LPL第一赛段小组赛已经打完了，我们终于可以从狗屎一样的每天一个少水 BO5中摆脱出来，正式进入到后续的淘汰赛强强对决里了。那考虑到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啊并没有完整的了解 LPL 和 LCK 那边的整体情况，所以在这周末的淘汰赛开始前，我就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小组赛几个队伍的情况，方便大家后面看淘汰赛和基础，包括 LCK 那边的情况，我也会跟大家详细聊聊。所以本周赛事周报你能看到京东和微博的榜首之战中各种逆天的操作，勋啊在决胜局上野3连被抢到自己都绷不住了，可能我自己做的太错了吧。但即便如此，京东还是3-2拿下微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挺进淘汰赛，将与 TT 在淘汰赛首轮展开交锋。没错，本以为没有悬念的 C 组，最终是 TT 以3战全胜的成绩，小组第一的名次，昂首挺进淘汰赛。而本以为会统治 C 组的 BLG， 在面对 TT 的 BO5里，打出了非常糟糕的游戏内容，有多恐怖呢？就看 BLG 铁粉 UP 主神鬼君他都变成这样了。那被寄予厚望的 IG 也好在呢，慢慢回暖了。虽然不敌 NIP 啊，只能是小组第2，即将和滔博再次上演忍界大战。但我站在 IG 的角度，滔博这个对手算是个好消息了。毕竟滔博作为 A 组第2，状态也很一般，不但打不过 AL， 甚至打老干爹的3-0，过程都比较让人揪心。所以今年的第一场忍界大战，说不定会比较势均力敌，比我们想的还要更精彩一些。那么除了 LPL、LCK 那边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看点呢？有的，兄弟，有的。LCK 目前的 LCK 杯就比我们这边啊要精彩和激烈一些，因为他们更早的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由于 DK 率领的远古龙小组获得了小组赛的胜利，所以男爵组的韩华和 T1 在淘汰赛阶段就相当于没复活甲了。第一轮他们就直接要生死大战，而 T1 呢最终是2-3，遗憾落败于韩华。带着立场看这个 BO5的话，那也是相当精彩了。宙斯的出色发挥也印证了那句老话呀，贵的问题果然只有贵。韩华击败 T1 更是一路高歌猛进的挺进了决赛，只差1场 BO5就能拿到去往全球先锋赛的门票。虽然不能在国际赛上看到 T1 还是很可惜的，不过 LCK 那边另一个老朋友似乎觉醒了，赢回 Barrier 的 DK 是同样在一路狂飙，他们是以全胜战绩强势挺进了圣爵。 Showmaker 最近的状态也真的很不错，无论是竞技状态啊，还是在英雄池的全面性上，都在全局 BP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展现。甚至 Showmaker 在面对韩华时，一手经典科列致敬大 B，DK 是搞了挺多有想象力的阵容的，虽然最后没赢啊，输给韩华掉入败者组，但我感觉 DK 这个配置在今年来看还是非常有潜力的。总之，无论是 LPL 还是 LCK， 年后的比赛啊都会越来越精彩。那我们就开始细聊吧。今天呢，我们就先从 B 组开始聊起。B 组最大的看点其实是京东和微博谁能拿下小组头名，所以年后的这2队的 BO5也是近期 LPL 比赛里最针锋相对和最实力相当的了。虽然大伙都说是神人对决，剧情走向跌宕起伏，属于小众宝藏比赛，但符合我本身的预期。在一个版本的早期，加上现在队伍也都在处于磨合期，那大家有点神经啊，很正常。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个 BO5其实2队每位选手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不同对局有过展现。比如第一局，京东和微博在前中期他们一直是一个互相僵持、互有胜负的状态。那微博这边呢，有天、小虎这种很善于抓机会的选手，所以中期他们会有一些很有章法的主动进攻。比如这波在厄塔汉复活甲要消失前，天呢主动发起进攻，你看上去他在送，但实际上这波团给到了微博中上很关键的经济补充。而29分钟僵持龙团前，勋这里失误被抓到，提前先掉了点，也可以发现啊，小虎后续马上又一波主动出击，配合队友把脱节的 Squat 抓死。可以说在这种抓机会上，微博确实很出色，但京东的优势侧重在于足够能兜底的 C 位，且在团战处理上整体更加细腻。比如第2局，微博下路在前期对线期啊是取得了不错的优势，压制住了京东的下路组。但京东一旦打正面团，就显得很顺畅吧。勋这个选手作为一名野河出道的选手，虽然他在节奏英雄上发挥不太稳定，但他的团战啊是真的算打得很好的了，就团战能力没得说。再配上 Scott 这样稳定的火力点，在第2把微博阵容控制偏软的情况下，京东在劣势的开局下4打5反而打出了一波1换4，豹女彻底游龙，也砍下了最终的 MVP。
当然，这个 BO5 正经的部分其实前2把打完就差不多了。前2把呢，大家打的是自己的优势，谁发挥自己优势谁赢。后3把就开始进入到谁犯兵少谁赢的环节了。就我发现选手的弱点其实真的是挺难克服的，硬逼着玩效果真不好。比如 Missing 第3把的 Nico， 就米神玩洛吧，他玩一些那种强开的效果是还是挺好的，但这种打线类型比较花哨的辅助英雄 Missing 玩的味道就真怪。包括阿乐他玩肉吧，他总会出现那种主玩坦克选手不会出现的那种画面，就看着很让人难捧。当然啊，我对于选手勇于突破自己弱点还是 respect 的。那整个 BO5 的高潮在于最后的决胜局，就很明显到这里大家都打晕了，比赛也是打着打着就打到了46分钟，最终靠着远古龙团才结束。第5局那真的是究极犯病局，大伙太变态了。勋被抢一条龙呢，我还能理解，2条我也还能说运气略差，这掉男爵就有点太那个了呀。虽然京东很多下饭操作，但微博也不相上下，尤其是第5局还给到航选了蜘蛛这样非常赌的辅助，不是蜘蛛辅助不能玩，而是职业赛场上这类辅助是很看 ID 的，而航属于是我认为不太适合玩这种的类型，就航还是比较传统派的辅助吧，玩花的和 Missing 一样真不太行。包括 LCK 那边也就 Burial 啊 Carry 啊这种选手会玩的比较出色。从胜率上看，蜘蛛辅助2个赛区的胜率也都很一般嘛，所以呢，第5把微博锁下蜘蛛我就感觉有点难搞了。即便他前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配合小虎有过成功击杀 Scott 的画面，但随着比赛推进，这个英雄团战就几乎没用了。而这个时候重点反而是能不能不变成突破口。可惜啊，航的经验还是做不到不犯错。BO5 的最后1把，其实团战的难易程度是很决定走势的。即便微博拿到了龙魂还抢了男爵，可京东有 Scott 加 P 子这样的双 C， 就感觉更扎实吧。这2个双 C 呢，也确实不太容易犯错，尤其是佩子这把发挥相当完美，应该是来京东后最 C 的一场了。最后一波远古龙团也是呼吸哥脑子发懵，一波没忍住啊，直接冒进了。他和天这样的团战处理，就把微博的整个阵型变得很垃圾。京东双射手最喜欢的就是这种脱节了，天和加里奥的白给，再加上打团少蜘蛛这个人，最后直接微博就被京东摧枯拉朽的打了个0换5。不过我觉得这场京东虽然赢了，但2队呢还是处于一个梯队的水准，都有进步的空间吧，就更看临场的发挥一些。所以即便是微博粉丝也不用太泄气，毕竟嘛是第1赛段，还是看磨合和找问题的。而京东粉丝就可以稍微开心一下了，毕竟佩茨的发挥和磨合程度在逐步提高。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期待后续赛程京东的进步。目前来讲，京东的风格后面应该会慢慢倾向于去年的 LNG 那种，就以一个扎实双 C 来作为队伍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可以再期待一下2队在淘汰赛的表现。C 组其实 BLG 和 TT 出现倒是毫无疑问，只是我没想过头名之争如此激烈。这场比赛开打的时候还在看哪吒呢，看完比赛一出影院，我擦，居然 TT 2-0了 ，BLG 整这么大呀！在后面 BLG 连扳2局，但最终还是在第5局被 TT 横扫。赛前 TT 虽然也是2胜的战绩，但 C 组质量越低，加上 TT 近些年其实成绩非常一般，所以即便有德杯完胜京东的过往战绩，但我对他们的期待啊真的是拉不高。这些年北川给我留下的震撼还是太大了，但这个 BO5 他们赢的确实很漂亮，看得出教练团队和选手是下过功夫的。反观 BLG， 不是因为我没看直播嘛，所以复盘的时候我是带着一些有果推因的情绪在的，但复盘完第1局我人是直接晕了，不是 BLG 这打的是人呐，就第1把我就知道后面威为啥第5局被爆成那样了。第1把威选的是杰拉打猪妹嘛，从游戏节奏来看，杰拉肯定是要追速6，然后控资源，而猪妹呢，则是要多抓人帮队友。结果威是怎么玩的呢？开局抓中，这里没抓死，算稍微配合粗糙一些，我理解。那这样抓人他自己掉了状态，自然导致了猪妹有机会入侵反野。那本身杰拉有眼会毒野就算了呗，可后续呢，威选择继续往下刷，刷完还要抓下。虽然这波也确实抓死了，可抓完后又弹了一组蛤蟆，就有点太不把猪妹当人了。这波虽然杰拉交闪逃跑，最后是一个塔杀，但杰拉6分钟抓2次还不回城，那本身自己的节奏是肯定乱了的，就杰拉当猪妹打呗。当然这符合威本人的打法风格，可关键是个人的节奏乱了以后 ，BLG 的指挥出了大问题，他们的处理太变态了。你杰拉到不了6，小火龙也没闪，上单甚至也没来，也不打算来嘛。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无法理解 BLG 为什么在丢掉这个口子后，还要想继续争这个位置，甚至去看这个潮虫。你是小火龙体系啊，明面上威失误被先秒，但你要考虑到北川这里处理的是很好的，他是卡了一个秒升6级的强开，杰拉面对这种是没有办法的，操作层面就是无解，属于就是该不该去的问题。让我上火的其实不只是这波BLG的决策，而是他们的沟通绝对有问题。要知道，轰雅在6分18秒已经是明
明着从针眼往上靠了的。虽然轰雅有意识的不露视野，后面也没有出现在标剧的视线里，可老黑他到6分46秒，他已经开始摸塔皮了，可居然标剧都没有任何人去沟通兰博不见的这个信息，因为你只要沟通了这个信息，标剧就不可能有去接这波超充团的这个决策。当然没有兰博他们也不该接，就正反看都很变态。标剧仿佛脑子就特别简单，我就 easy game， 我上路有限，那我就先接一波呗。就复盘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就眼前一黑啊，就真的明天太阳升起就全忘了呀。只有我们这种观众会对去年的失败耿耿于怀是吧？没有一点严谨，没有对赛场有任何的敬畏，我只能讲茂凯真不能温和啦，该对选手使出那个啦。为什么不利用大龙打架？为什么一定要大龙？整个 BO5 如果让我选竞技状态最低迷的，那肯定是威。很多 gank 啊都是操作和临场太怪了，但我得说 BLG 在整个 BO5 在版本端啊给我呈现的最大问题其实是新 TP 他们完全用不惯，就时机用的是完全不对的，在本身沟通就出问题的情况下 TP 还用得烂，就导致冰和 Knight 有点 C 不起来。相比呢，整个 BO5 TT 也犯错也有失误，但我认为他们遵循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资源点落位他们更快，我能先支援，那我就不会在乎个人对线。同时啊，在亮 TP 的速度上 TT 绝对是比 BLG 更果断，他踢得果断，打得也很果断，死就死了，相信队友能赢团。而标剧在 TT 这种抱团下真的太拖大了。我再拿最后一把来讲吧，6分15秒这里还是超中团，霍雅先6，所以来得更快，而剑魔要先吃中路线到6。OK， 标剧这个决策目前还没有问题。那青钢影的位置标剧也有针眼能够确认，加上上路线 Elk 也没有处理完，那中路辛德拉和岩雀他们几乎是同时回城的，而岩雀有大招肯定跑得辛德拉更快，所以我们这样稍微思考一下，先抱团的 TT 他们的处理很合理，我有领先，所以我先动潮虫。那 BLG 作为落位晚失掉位置的一方，肯定是中上线都处理了再看着来接，对不对？可 BLG 还是和第一局一样，野辅不等队友还要去看，这里野辅肯定要等辛德拉到附近才能一起靠的，不然5级的猴子和5级的霞有什么战斗力啊？所以这一波啊，从被开的第1秒你就知道 BLG 肯定团输了，最后是又丢潮虫又死人，就感觉 BLG 打得很没有智商啊。而 TT 的处理就很正常，简单讲就是 TT 优势他不装，然后打得又够理智，然后 BLG 自己就过来送了。其实 TT 整个 BO5 没有很夸张的个人能力的发挥，他们真的不是说我靠单点破局的。虽然后雅他完成了对冰的单杀，有单点突破，但我们还是站在一个全局 BO5 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还是因为 TT 他们在抱团和地图资源的执行上做得更坚决，这点就反映在北川和威的发挥上。简单讲，北川啊，他只和 BLG 打资源团，他其实没有太多余的 gank 动作，即便有，也是队友能够给 TP 援护的情况下。而相比威的发挥的确有点变态了，低级失误太多，但在团队角度啊，那应该是能兜他的底，但 BLG 呢没有这个味道。这场失败啊，对 BLG 来讲是真挺伤的。无论是冰瞧不起对手的赛前发言，还是 Elk 老鼠符文被质疑卡 bug， 总之输了比赛丢了复活甲，那 BLG 肯定要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但这也是应该的，你打成这样该被压力一下呀。正如我之前视频就说，第一赛段其实结果真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 BLG 他展现的比赛态度，这不是一个该有的竞技状态和心态。我是能接受有个别选手发挥低迷、竞技状态差的，不是说输了这个 BO5 所以我才要说 BLG， 而是他们打这样的游戏内容就是有问题的。想争冠，想要荣誉，那打出这样的游戏内容，甚至这样的沟通表现，对待比赛的态度，那都是不应该的。态度啊是一个很玄的东西，但我觉得即便是粉丝也应该感觉到 BLG 打得太散漫了，打得不好可以啊，但你得把想赢写在脸上。今年是新赛制新版本，可很明显 TT 他们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去研究版本，所以他们打出了非常漂亮的以下课上。人家有这样的态度，就该享受胜利的喜悦。一时的胜负当然不重要，但比赛的态度会影响和持续很久。TT 的胜利也说明了认真努力、尊重对手、全力以赴，那有收获也是理所当然。电子竞技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只有永远的自强不息。这句话到底要说多少遍啊？希望 BLG 能从这次失败中有所收获吧。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D 组出现的 NIP 和 IG。在第一场 IG 和 NIP 打完后，这个小组后续就没有太多意外了。RNG 和 FunPlus 都是半只脚入土的队伍，只要队伍配置上来一点，磨合好一些，想赢的难度是不大的。而 NIP 除了输给 IG 一小局外，面对 RNG 和 FunPlus 的 BO5 都是3-0横扫，而且赢得很顺畅。Doinb 确确实实把队伍提升到了下限更高的层次。其实关于 NIP 这个队伍年前的视频已经聊得挺多了，今天不过多赘述。就 Doinb 是一个会赢游戏的人，在队伍配置碾压的情况下，说实话就没啥好说了。那接下来淘汰赛面对 AL， 面对小组赛状态爆棚的香克斯，那就是一场绝对的硬仗了，应该也是 NIP 上线的试金石，大伙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同样值得期待的是滔博和 IG 的这场淘汰赛的忍界大战。和 NIP 那场不同啊 ，IG 和滔博他们因为是小组第2名，所以没有复活甲，这也是关乎第1赛段有没有后续的关键战啦。那我个人觉得呢 ，IG 虽然小组出现有点一波3折的味道，但核心还是在于期待值给的太高，选手的心理压力也确实很大，尤其是第1场输给 NIP 后，压力拉闷了。好在电竞春晚对上 RNG 顶住压力，成功获胜，到年后打 FunPlus， 队伍的竞技状态它是有在变好的。从配置上，我说过这个 IG 要解决很多问题，但我觉得也有个很明显的好消息，那就是随着磨合深入，丹尼开始能够利用几个选手的英雄池做一些小的 BP 设计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呀。比如第1局的1抢 Nico 摇中辅，第3局的1抢阿罗拉摇中上，虽然不复杂 ，FunPlus 也确实比较弱，局内强度看不太出来，但我认为开始利用起 IG 的这个摇摆位和几个选手的英雄池，那越往后 IG 能打的牌就越多，这其实是很多队伍不具备的优势。所以即便 IG 可能在现阶段会存在一些游戏内容比较怪的情况，但丹尼是存在妙手操作的空间的，所以他和红米的交手，我也是真的很期待。最后来聊聊 AL 和滔博吧，这个组应该是悬念最小的组了吧？尤其年前滔博就输给了 AL， 是连头名之争的悬念都没了。年后呢，主要还是看一个竞技状态和适应程度。目前来说 ，AL 竞技状态和势头我觉得是稳中向好，但滔博就打点折扣了。小组赛最后一天，滔博对上的是同样1-1的老干爹，这场比赛的胜负将直接决定哪支队伍能够晋级淘汰赛，算是一个关键战。从结果来看，大伙可能觉得滔博一个3比0应该是轻轻松松吧，但实际上赢的却是满头大汗。3把下来啊，滔博居然有2局前期都被压制的死死的，只是老干爹不够强，无法把持续压制稳定到30分钟，他总会有纰漏，比如第1把的赵信打果子，反把奥拉夫拉到 C 位脸上了，直接导致滔博完成一波0换4，直接翻盘。包括后面第3把也是僵持了很久。我感觉在新版本上，由于地图资源变多，配置好的队伍而在运营方面没有太多的领先，目前就看一手打团的效果，好的阵容体系比个人能力更重要一些。像少爷这把德莱文，我从个人角度来讲已经发挥很出色了，但阵容能够给他的发挥空间就是很小，所以尽力其实是一种无奈。滔博这个队伍能翻也在于，虽然红米的 BP 略微守旧，在全局下显得有点保守，但阵容容错率是会给到选手的。虽然选手的竞技状态我觉得也不太行，比如哥哥这个 BO5 感觉还是胃挺大的，给了很多机会不够稳。包括我原本很期待的69和卡纳比的永烈双子，因为这个版本资源太多，也几乎没有什么连体的机会，最后也是打出了一个刻板印象。但在团战的层次上，滔博做的还可以，就选手本身的基本功还在，这是为什么我认为 IG 打滔博会比较精彩，因为2队的优缺点是完全不同的，属于2种风格的队伍，谁能抓住弱点猛打，那就非常容易创造出那种名场面，所以节目效果应该是不缺的。相比滔博哥，那 AL 有他比，所以在阵容搭配上是比较大胆的。虽然年后在对阵 W1 的时候落败了一小局，但这场是 AL 已经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进行了练兵，我觉得输也是很有价值的。这把是给 KO 拿了一个此前没有用过的蜘蛛辅助和香克斯没有用过的小火龙，包括给圣香哥整了个万豪，属于很明显的科研局。那这种局在激战后没拿下，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目前的 AL 也符合年前我说的稳中向好的这么一个情况，塔尔宰的磨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香克斯更是打出了这么多个赛季他最稳定的表现。虽然对手的样本较少，但我还是期待他在淘汰赛上后续的历练。碰上同样状态爆棚的 NIP 和杜云 B， 那这场对于2队都是最好的试金石，期待好吧。那聊完 LPL， 我们再来聊聊 LCK 的情况。由于韩华是第一个率先杀入决赛的队伍，所以我们本期聊 LCK 呢，我就以韩华这边的晋级之路作为一个主线。韩华和 T1 由于小组赛都是男角组，所以他俩之前是没有机会碰的。而由于男角组在积分上又输给了远古龙组，导致 T1 和韩华都没有复活甲了，所以2队的首次交手就得定生死。那 T1 在第一赛段其实主要的焦点倒不在多兰的发挥上，反而在新 AD Smash 替代了刚夺完冠的 Gumayusi。从战队角度，这种尝试新配置有它的合理性，但我还是之前那个观点，我认为换当然是可以，但做的还是太急了。如果后续大鸡蛋还要回来继续打，那 Gumayusi 的心态 T1 是真的得好好沟通一下的。那这场比赛也是宙斯能否有呼吸权的关键战，电子竞技嘛，舆论永远是靠打出来的。我个人来说，我对 T1 在竞技状态的表现反而是认可的，只是在整个 BO5 的大策略上，我认为不对。没错，虽然 T1 这边有很多人犯病，但犯病我认为可以接受。第一赛段就要求严丝合缝是不太现实的，关键还是在于队伍想锻炼和发扬的点，那是否能发扬出来？让 Smash 替代 Gumayusi， 我认为是 T1 期待从 Smash 上获得更多的在团战方面的一个提升。之前也试了不少次嘛，但从这个 BO5 来讲，他们的 BP 并没有很围绕着这个思路去延展，反而回到了 Gumayusi 在时的那套 BP 逻辑，让 Smash 去做鸡蛋的活。那为啥不直接上鸡蛋呢？只能说路径依赖短时间没那么好改。相比韩华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肌肉队，节奏上不强求。我之前对韩华的评价就是节奏只看小花生嘛。韩华打法呢不复杂不
不烧脑，突出一个打团就好。那打野本身不太稳定，所以韩华有时就像那种无脑肌肉男一样，有点头尖尖的感觉。可宙斯呢，在季后赛发挥出了非常爆棚的状态，他真的很来劲啊，直接是让韩华这个队伍突出了一个个人的起节奏点。而宙斯的来劲不是说他只进攻无脑进攻，而是有点攻防一体。比如第一把，他拿杰斯去打朗姆，同时呢要面临 Owner 位的威胁，这种双锁其实对局压力蛮大的，但宙斯就是能够做到压刀加银线，加上开局韩华下路就在2v2中完成了优势线杀。所以 T1 马上变成了上路持续掉血，下路也没线动不了的尴尬局面，最后呢变成了一个没有解法的被碾压局。但实际上韩华能够打得这么轻松，就是因为最容易成为突破口的杰斯靠着操作和走位没有给到 T1 任何的机会，包括第4把宙斯的这个建模，这波建模就靠着操作走位扭技能把 T1 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来，才给到了小花生皎月进场2-5个的空间。就如果建模不主动上去骚，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波机会的，甚至他吃个魅惑就记了。但宙斯就是很自信的去操作、去卖、去破局，然后就真的给他创造了这波机会。虽然这局最后还是输了，但从这里就能看出宙斯啊确实很来劲儿。其实韩华我看下来，他们属于智力差点的队伍，就 BP 也好，战术也好，不会让你特别的惊艳，但依托着3C 本身的操作和水平，就感觉有点赖了。说白了 ，Zeka、Viper、宙斯谁都能 C， 所以在 BO3 里，韩华会输一些不该输的局，因为 C 位它就会有波动嘛，没有太多战术加持的话，你不一定能够撑到 C 位发挥的空间。但进入到 BO5，容错拉上来了 ，C 位的发挥空间就更高了。所以打到第5把时，当韩华掏出上单奥拉夫，然后 T1 还是这么一个软的阵容时，我就感觉 T1 很难打了。中期即便 T1 掌握了优势，甚至一度推到了门牙，但韩华只需要赢一波团 ，T1 就很难接了。实际上 T1 这个队伍在战术和智力值上，我感觉是比韩华打得聪明一些的，但感觉从 BP 走向上 ，T1 不太想和韩华比一个正面团的实力，所以主动选了一些强对线滚节奏，过去他们很擅长的那套打法的阵容，结果就是失之交臂 ，T1 被韩华完成了翻盘，宙斯也获得了第1赛段的呼吸权。说实话，韩华赢得特别肌肉。有点以前 EDG 的那种感觉，就是我 C 位就是能 C， 那对手即便再会动脑，只要这个版本能打团，那我给我 C 位找个好的 BP， 给出个空间，那我选手就自然而然站出来 C 给你看了，就很赖。而 T1 相比呢，就需要做更加复杂的赢法。Smash 你不能说他打得很差，但在 BP 往一个滚节奏的方向走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就进入到我是一个鸡蛋的环节。说白了，你既然选上 Smash， 那我认为 BP 策略还是应该给些侧重的。不过也不重要了，就看第2赛段常规赛 T1 会怎么个思考了。那韩华击败 T1 后迎战的是奸几，同样的3-2，但我认为奸几的表现远不如 T1。韩华呢一如既往的吃 C 位的肌肉能力，他们就是打团靠个人操作吃你。当然，当选面去到红色方，没有蓝色方那么好拿英雄时，阵容没那么舒服时，韩华就没有那么好的发挥，能赢 T1 啃下第5把，因为韩华是一个肌肉队。但和奸几打满，也正是因为韩华他是一个肌肉队，如果带点脑子，韩华是很有机会3-1甚至3-0横扫的。而奸几呢，仅仅保留了以敲尾为和的部分 carry 能力，但其他选手的发挥就不太稳定了，尤其野辅吧。我在上期就聊过 Doro 可能是个隐患，所以 Doro 如此糟糕，完全在意料内。包括 Canyon 的下滑也可以理解，但下滑的这么夸张，也确实让我始料未及。我之前觉得 Canyon 可能不会那么 C 了，但我没有想到会变成纯坑啊。实际上奸几能啃下2分，我认为和 BP 优势有很大关系。简单讲呢，奸几是一个很靠后期 C 位赢团的队伍，他们在滚雪球能力上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当韩华处于红侧方时，他的 BP 是后置的，就不能往自己希望的方向走。这种情况，韩华能发挥的水平就会打折扣。第2局和第4局，韩华的阵容都是后期就完全打不了奸几，所以打着打着就没有了。尤其是第4把的那个鳄鱼中路配上单剑姬，下路还是挂个霞加肾，守整体这么短的阵容，然后来打乔比的小火龙，我说实话就是纯给乔比爽。打到后期如果还赢不了团，那么韩华这个队伍就会显得没有任何章法，所以我说他们很肌肉。2个 BO5 呢，蓝色方的胜率是达到了90%，谁蓝谁赢，核心就是红色方韩华没有办法构筑擅长发挥自己 C 位的阵容时，下限就会大大降低。不过现在呢，又是一个全局 BP， 所以当比赛进入到第5把时，韩华英雄池够深这点又会是个优势，而奸几就属于 BO5 越往后打，大家熟练度越低，整体就越容易犯病的队伍。第5局3叔的发挥真的是灾难，如果不是乔比塞拉斯燃尽在那里操作，场面会超级难看，虽然已经很难看了。而韩华迈向决赛前最后一个对手是 LCK 此前未尝一败的 DK 和韩华完全相反啊，韩华是肌肉男，而 DK 则是智力王。DK 现在团战操作层面的东西主要是靠上单 C5 和打野 Lucio
Lucid 还有 ADC Aiming 来实现。许哥和 Barrio 呢就负责串联和贡献思路，所以这两兄弟英雄池展现也是目前最夸张的。我上期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C5 这个选手了，现在我要再次介绍一下他。这个17岁的小上单，个人能力确实是很强，英雄池不算特别深，但绝对够用。在选到熟练度高的，比如朗姆时，能够打出非常 C 的团战和对线表现，同时和队伍的默契度很好，这点很难得。而 Lucid 虽然世界赛有点小拉，但联赛表现我一直是很认可。那 Barrio 的加入让 DK 摆脱了过去不会赢游戏的缺点，而难以防范的英雄池和构筑阵容的思维是 DK 第一赛段最大的优势。但智力王也有缺陷 ，DK 的硬实力其实是差一点的，就 C 位的那种 carry 能力其实是不如韩华扎实的。范冰的人少，但是 DK 不够 C， 只能说 C 位只有 Aiming 是能稳定兜底，所以和韩华赢 T1 的 BO5 很像。DK 和 T1 他都会选一些比较怪不好赢的阵容来科研，然后打着打着就打进第5局了。而第5局 DK 更是选了一个挺有想象力的纯冲阵去冲 Viper 的女枪，这把 Barrio 的推棒牛头加 Aiming 的梅尔走下给我挺大的惊讶。在 DK 第5把拿到了不错优势的情况下，他们却被韩华靠着团战硬生生给打翻了。中期韩华其实已经有点顶不住了，可关键的转折是在游戏的25分钟的小龙团，这里 DK 处理是没有问题，他们先把 team 牌龙给控了，而韩华的下野3个人也被 Showmaker 吸引。此时宙斯有点落单，那9桶想试着大招分割，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决策，但宙斯打得太好了，他是走位躲大，而不是用大招去顶，而没有第一时间开大，就给了自己反打的余力。随后疾跑一开，留梅尔女枪大招跟进来反打，9桶没有大，牛头被拉夫卡住位置，克雷进不了场，这种局面 DK 阵容就没伤害了。Viper 大招覆盖的角度很好，但没有宙斯的第一个扭，就完全不会有后续的团战画面，这就是明星球啊，没办法呀。这波团战过后，也是 DK 越打就越打不过了，本来有点废的狐狸也肥了起来，后期更是完全打不了。然后这场打完 ，Zeka 也延续了他的 BO5 决胜不败传说。从 S12 区域赛到现在，只要 BO5 打满啊，那 Zeka 就是100%胜率。我只能讲，肌肉男是这样的，打长盘体力完全够。其实韩华这个队伍失误比较多，主打的还是那种后期的团战发挥，这就很吃个人能力。但他们的3C 配置贵啊，贵就是赖，整个队伍的下限就很高，能够连续击败 T1 歼解 DK， 已经说明了队伍的配置确实足够优秀。目前离获得冠军赛门票也只差1步。大伙觉得这是韩华会拿到先锋赛的门票吗？我个人觉得韩华的下限毋庸置疑，但上限这块我还是保持质疑，毕竟能杀到这里，宙斯的爆棚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他是逼着一股劲在打，那这种就很赖。但想想韩华毕竟是花了钱的，人家花钱确实也该是这样，但这种个人状态真的能够一直维持吗？从我这么多年看比赛的经验来讲，真挺难的。何况我对肌肉队还是有点偏见，我还是比较喜欢 DK 那种靠点烧脑的队伍吧。希望许哥能够带队打上来，下次生死局别学大逼哥就行了。那本期的赛事周报就先到这里，这周末 LPL 也要开打，淘汰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周末的人杰大战呀 ，LCK 那边的许修打乔比啊，很多比赛都值得期待。到时候我也会选一些有趣的比赛来跟大家继续细聊。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我是袁某人，拜拜。